夫君亲手用魔法把我变成了一只熊猫，他转身便拥着别的女子离去。我心灰意冷，误把御酒当水喝了。这一喝，竟差点把整座皇宫都拆了。我在御花园里打着最太极风蹦迪，然后我的2只熊掌就抡了起来，左边这只甩着红手绢，右边那只攥着根竹笋棍。我扭着屁股在御花园里转圈，雪地上印满了 S 型的爪印，远处传来宫女的尖叫。快看，那只熊猫在跳大神！我的夫君严鹤之是当朝钦天监正，每当他嫌我烦时，就会把我变成各种小动物扔出去。这次他把我变成熊猫幼崽扔出去后，忘记及时将我找回家。那天下了暴雪，我掉进冰湖里差点冻死。我叫郝萌，是已故镇北将军郝仁的独女。我爹战死沙场那年，我才14岁，母亲改嫁后，偌大的将军府就剩我一个人。严鹤之那时还只是个小小的钦天监丞，上门提亲时他说会护我一辈子，我信了。我天生比别人少一魄，脑子转得慢。嬷嬷说这叫痴傻，可我爹在时总说我家萌萌不傻，只是心思纯善，这世上难得。我爹死后，严鹤之成了我的天。成亲3年，他待我忽冷忽热，心情好时会给我带城南的糖葫芦，心情不好时嫌我烦了，就掐诀把我变成小动物扔一边。小兔子、小乌龟、小刺猬我都当过，以前觉得挺好玩的。当小动物有当小动物的乐趣，草是甜的，水潭是好玩的，可这一次我真的笑不出来。下大雪那日，永宁公主苏婉清约我进宫赏雪，我本不想去，我和这位公主不熟，只知道她是太后的侄女，生得貌美，心高气傲，宫里人都说她是京城第一才女。可严鹤之说，公主盛情相邀，你怎好推辞？正好我也想进宫面圣，咱们一块去。我想了想也好，成亲3年，她难得主动说要陪我，于是我换上最漂亮的袄裙，带上她去年送我的那只白玉簪。虽然那簪子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本是她准备送给别人的，只是那人没要才便宜了我。我安慰自己，没关系，他现在给我了，那就是我的。马车一路行至宫门，雪越下越大，我掀起帘子往外瞧，满天的鹅毛大雪落在手心里凉丝丝的。夫君，你看这雪多好看！我回头冲他笑，他正闭目养神，闻言只淡淡嗯了一声。我不在意，继续趴在窗边看雪。到了御花园，永宁公主早已等在庭中，她穿着一身大红斗篷，披着狐裘，衬得小脸越发白皙。见我们来了，她站起身，盈盈一拜：严大人，好姐姐，你们可算来了。严鹤之下马车时，下意识伸手扶了他一把。我站在后面，看着他们并肩而行的背影，心里有点不是滋味。庭中备了热茶和点心，永宁公主很会说话，从诗词歌赋聊到星象占卜。严鹤之难得话多，两人你一言我一语，我插不上嘴，只好埋头吃点心。好姐姐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永宁公主忽然转向我，笑得温婉。可是点心不合胃口，我让人换些来。我摇摇头，挺好吃的，你们聊你们的，我听着就行。她掩嘴笑了笑，又转向严鹤之。严大人，我近日读心经，有些不明白的地方，能否请教？严鹤之点头。公主请讲。他们又开始讨论那些我听不懂的东西。我百无聊赖地看向庭外，雪越下越大，湖面已经结了一层薄冰。忽然一只野猫从假山后窜出来，冲着亭子喵喵叫。永宁公主惊叫一声，整个人往严鹤之怀里缩。啊，有猫！那猫离亭子足有10来步远，根本没靠近，可它却像受了天大惊吓，脸都白了。严鹤之连忙扶住它。公主莫怕一只野猫而已。我从小就怕猫，见了就浑身发抖。他说着眼泪都快掉下来。严大人，你能不能送我回寝宫？严大人，你能不能送我回寝宫？我腿软走不动了。严鹤之犹豫了一下，看向我，我站起身，走过去拉了拉他的衣袖。夫君，我不许你去，嬷嬷说了，这叫男女授受不亲。他皱起眉，用看不懂是小孩的眼神看着我。我身为钦天监正，理应施法为公主安身，这是职责所在，你休要胡闹。夫君，可那猫都没碰到他，怎么就吓到发抖了？我急了，他是装的，他身边有那么多宫女，谁都能陪他回宫。你送我回府好不好？我好冷，真冷。为了好看，我今天穿的单薄，双手都快冻僵了。严鹤之却甩开我的手，你在这儿等为夫一会儿，为夫稍后就带你回府。说完，他伸出右手一阵掐诀，我只觉浑身一轻，眼前景物飞速变大，我又被他变成动物了。严鹤之将我抓起来，随手扔进了雪地里，临走时丢下一句：别跑远了，我待会儿就过来找你。永宁公主身边的宫人们见怪不怪，只当这是夫妻间的小情趣。我伸出小爪子想扒拉她的裤腿，却被永宁公主身边的宫女一脚踹开。嘤嘤嘤！我被踹倒在雪地里，疼得直叫，尤其是左腿隐隐作痛起来。快等我回来！严鹤之头也没回，扶着永宁公主走了。他们走远后，那群宫女太监也跟着走了个干净。偌大的御花园里，只剩下一个又饿又冷的我。雪地上有他们吃剩的点心渣，我凑过去闻了闻，有桂花糕、栗子糕。可我现在是熊猫，我只想吃竹笋，他们连一根竹笋都没给我留下。我在御花园里等啊等，雪越下越大，天色渐渐暗了，我冷得瑟瑟发抖，蜷缩在湖边的一棵老松树下，周围很安静，偶尔有工人匆匆经过，没人注意到雪堆里缩着一只小熊猫。应谁来帮帮我？我好饿！应谁来救救我？我好冷！嘤嘤！我的左腿越来越疼，好像被那个宫女踹骨折了。我想看大夫，我知道太医院该怎么走。我及笄前曾随母亲来过宫中几次，记得路。可是严鹤之让我在原地等他，我要是走了，他回来找不到我怎么办？我在湖边焦急地走来走去，留下小小的爪印。忽然听见远处有2个工人喊：“那是严大人吗？”他这是要出宫去。另一个人道：“瞧那急匆匆的背影，也不怕摔着。”严鹤之来了。
他要出宫，怎么不来带上我？我顾不上别的，连忙朝着声音的方向跑去。圆滚滚的身子在雪地里一蹦一蹦，跑得很慢。跑到湖边时，忽然身后出现一只竹竿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那竹竿就啪的一声扫过来，正中我的身子，我整个人飞了出去。哦不，现在是熊猫了，扑通一声掉进了冰湖里，湖面结了一层薄冰，我一砸上去，冰就裂开了，冰冷的湖水瞬间涌上来，淹没了我的半个身子。汪汪汪！惊吓之下，我竟然发出了犬吠，我拼命挣扎想爬上岸，可冰太滑，爪子使不上力，越挣扎越往湖心滑。我回过头，隐约看到一抹淡绿色的宫裙，那人扔了竹竿，一溜烟跑没影了，我没看清是谁。汪汪，谁来救救我？湖水刺骨的冷，冻得我直哆嗦。我小心翼翼地想找块厚点的冰爬上去，可每次刚扒住，冰就裂开。有一次更糟，我一爪子踩空，半个身子都掉进了水里。这时候的湖水冷得像刀子，一刀一刀割在我身上。嘤，有人吗？谁来救救本熊猫？不对，是本夫人。嘤嘤夫君，你在吗？你为什么不等我？没有人回应，我现在只是一只熊猫幼崽，无论怎么呼救，旁人听在耳里不过是小兽的叫声，没人会在意，也包括严鹤之，他似乎已经走远了，我看不到他的背影，也听不到他的声音。我支撑在冰面上的两只熊掌渐渐脱力，身子开始往水里沉。我觉得我可能是史上第一个以熊猫形态淹死在湖中的钦天监正夫人。我哀嚎着，心想若这次侥幸不死，我以后再也不要喜欢严鹤之了，我要和离，回娘家去。即使我爹已经战死，母亲也已改嫁，府上没有亲人了，可至少待在那，我不会突然被人变成熊猫，扔在冰天雪地里等死。就在我即将完全滑入湖中时，我用尽全力吼叫起来，汪汪汪！忽然我听到了细碎的脚步声，由远及近。就在我即将完全滑入湖中时，我用尽全力吼叫起来，汪汪汪！忽然我听到了细碎的脚步声，由远及近。那儿好像有只小花狗落进湖里了。一道低沉的声音在岸边响起，对于我却犹如天籁。我此刻也顾不了是人是狗了。你们几个想办法将它打捞起来。然后一根很粗的木棍递到我眼前，我用尽最后的力气抱住木棍，有人轻轻往上提，把我一点点拉向岸边。快到岸边时，一只温暖的大手伸下来，将我捞了起来，丝毫不嫌弃我满身的水。我浑身湿透，瑟瑟发抖，被那只手拖着举到面前。那是一张很好看的脸，剑眉星目，轮廓分明，眉宇间有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度。他穿着一身玄色长服，但腰间系的玉带和上面绣的金龙告诉我，这是陛下当今圣上朱景琛。我吓得不敢动弹，连抖都不敢抖了。他低头看着我，眼里有一丝惊奇。原来是一只熊猫啊，这么好看的小熊猫，差点就溺死了。但你运气好，遇到了朕。他将我裹进他的披风里，一路抱着往寝宫走。以后你就跟着朕吧。他边走边用指腹点了点我湿漉漉的鼻子。朕带你去暖暖。他喊了几个脚程快的太监，先回去叫人把银丝炭和热水都烧上，再叫御膳房准备些熊猫爱吃的牛乳和竹笋。记得把太医也叫到朕的寝宫来，给小熊猫好好瞧瞧。这么冷的天，别落下了什么病根。陛下瞧我呆萌可爱，又被冻得瑟瑟发抖，一时起了怜悯之心。他真是个大好人啊！我大为感动，伸出舌头舔了舔他的手，以表示感谢。嘤嘤，谢谢你，陛下。我闪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看向他，两只圆乎乎的熊掌合在一起，向他表达感谢。小熊猫乖，一会儿就不冷了。他伸手揉了揉我头顶顺滑的白毛，抱着我朝着温暖的寝殿走去。我窝在他怀里，闻着他身上淡淡的龙涎香，忽然鼻子有点酸。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被人这样抱过了。严鹤之从宫里出来时，手上抱着个永宁公主给的汤婆子，虽然今夜雪大，但汤婆子暖暖的。上马车时，他对车夫说：“直接回府吧。”车夫迟疑片刻，见左右没有我的身影，忍不住问：“大人夫人怎么？”不等他说完，一个小宫女急匆匆从宫中追出来，对着马车道：“严大人，您刚离开公主，她就梦魇了。听闻吴世子手中有得到高僧赠予的朱砂手串，可镇妖邪，也可安神。您与吴世子交好，可否帮忙去借来？等您借到了，奴婢就在宫墙边的狗洞旁等着您递进来，如此公主今夜应当可以睡个好觉了。”严鹤之犹豫了一瞬，然后点头：“既然是公主所求，臣自当全力去办。”他命令车夫立刻驾车前往吴府。车夫刚张了张嘴想提起我，被他一个眼刀扫过去。还愣住做什么？公主的病情可耽误不得。车夫只好闭嘴。是。此刻为了让永宁公主今夜好眠，他心急如焚地前往吴府，全然忘了我这个夫人还被他遗留在宫中。为了让永宁公主今夜好眠，他心急如焚地前往吴府，全然忘了我这个夫人还被他遗留在宫中。等他一来一回，从狗洞里将那朱砂手串递给宫女后，只觉得夜里风更大了，墙边的积雪也更厚了。是时候回府了。他准备再上马车时，车夫本想再次喊住他，可看着紧闭的宫门，车夫想着现在提醒大人，夫人也早已不能出宫，不过徒增烦恼，又可能夫人有什么事留在宫里了，便不多嘴再问。这一路鹅毛白雪簌簌落下，严鹤之靠在车里，百无聊赖地抬手掀开帘子往外瞧，只觉得今夜的雪真大。他隐约记得自己好像把什么事给忘了，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，但具体是什么他记不清了。此刻脑海里全是永宁公主拉着他手，楚楚可怜求他的模样。鹤之哥哥，你帮我求求太后，我不想和亲到北凉去，我想和你在一起。他叹着气拒绝了。和亲的事是陛下和太后钦定，他可做不了主。于是永宁公主又求他，在我即将远嫁的这2个月里，你可以与我更亲近些吗？我不求长久，我只求霸占你的2个月。我不求长久，我只求霸占你的2个月。他没有答应，却也没有拒绝。他希望永宁公主在接下来的2个月里能过得开心些。可他是有妇之夫，若与公主有了肌肤之亲，又无法向死去的岳父交代。他曾对着我爹的牌位起誓，会一辈子不纳妾，就守着我好好过日子，否则就叫天打雷劈。
不得好死，所以他沉默了，却在听闻公主需要朱砂手串时，又忍不住替她借来。陛下的寝殿里烧了一炉银丝炭，暖融融的，我被放在炉边，身子渐渐不抖了。陛下蹲下来看我，伸手拨了拨我湿漉漉的毛。你身上有不少壶中的淤泥与水草，得洗干净才舒服。他叫人端来一盆热水，轻手轻脚地将我放进去。我虽是熊猫身，内心却还是姑娘家，且已经嫁了人，怎能让他帮我洗澡？吓得我在盆子里疯狂挣扎，溅了他一身的水。太监们见状纷纷上前，陛下这些粗活让奴婢们来吧。陛下却不恼，他抓起我的前爪，笑着端详。不，朕喜欢这只小熊猫，朕亲自来。因我不要你洗。乖，是不是饿了？给你竹笋。陛下说完，直接从盘子里挑了一根最嫩的竹笋，塞进我的嘴里。我嚼了嚼，咦，有点好吃。再嚼了嚼，好吃。好吃。我现在是熊猫，怎么可能抗拒得了竹笋？于是我没时间再管谁给我洗澡，只顾着吃。他将我仔仔细细洗洗搓搓了一遍。我发出满足的叫声，尾巴不自觉地摇了摇。等等，熊猫有尾巴吗？我摇了摇，好像有，但很短。陛下更乐了，宠溺地刮了刮我的鼻子。还会摇尾巴？你到底是熊猫还是狗？我没空理他，继续吃竹笋。他将我仔仔细细洗洗搓搓了一遍，趁着功夫，我吃掉了3根竹笋。还要没吃饱。陛下将我浑身擦干净后，笑着点了点我的鼻子。小馋鬼叫声都变了，刚才还汪汪汪，现在吃饱了就撒娇是吧？咩咩。咦，这会儿又像羊了。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，确实吃饱了，心情好，叫声都变了。只吃竹笋太干了，喝点粥，待会儿再给你2根。我舒服地窝在他怀里，任他一边抱着我在炭火边取暖，一边一勺一勺给我喂粥。热热的粥喝下去，从嘴里暖到心里。等我喝完粥，太医也到了。太医替我检查后，脸色凝重。受寒还不是最要紧的，这小熊猫的左腿受了很严重的伤，需要正骨固定，上药才能恢复如初。陛下眉头一皱，全力治好它。太医替我处理伤口时，好几次疼得我直抽抽。陛下就一边帮忙固定我的腿，一边轻声哄我：小熊猫乖，一会儿就不疼了，只要你不吵不闹，朕就再奖励你1根竹笋。朕命人去蜀地运些竹笋过来，你肯定喜欢吃。我听着他温柔的声音，渐渐安静下来，把头枕在他腿上，闻着他身上好闻的龙涎香，我竟然睡着了。等我醒来时，伤口已经包扎固定好。我微微抬起头，和刚刚醒来的陛下四目相对，他揉了揉眼，对我一笑：早啊，小熊猫。我一个机灵，差点掉下床去。我昨晚居然睡在陛下的龙榻上，他伸手抓住我：慢点，你伤还没好。我用小爪子指了指地上，示意我睡地上就好。你想睡地上，地上凉。朕昨晚吩咐工匠，今日给你做一张专属小木床，又喊了上之局给你做柔软小被子。做好之前，你先同朕挤一挤。专属小床，我眨眨眼，点点头。你这是同意了？他笑了。朕问过御花园的管事，他们都说没见过你。那你大约是一只野熊猫，既然没有主人，以后你就是朕的了，就封你做国宝吧。朕给你取个名字，今日是上元佳节，宫中上下都吃汤圆，就叫你汤圆可好？不好。我摇头晃脑，我轻轻挠了挠他的手心。我有名有姓，我叫郝萌，是郝家唯一的女儿，钦天监正严鹤之的夫人。虽然严鹤之好像已经不要我了，陛下像是能看懂我的意思。你不喜欢这个名字，那你喜欢什么？他指了指桌上的点心，又指了指窗边的腊梅。叫糯米团还是叫小梅？又或者……他指了指核桃酥。核桃酥？那还是叫糯米团吧。我用爪子指了指桌上的糯米团。就他了。于是我堂堂将军府嫡女，钦天监正使夫人郝萌，得了一个新名字糯米团。陛下今日依旧休沐，抱着我爱不释手的喊新名字。糯米团，你吃慢点，朕不跟你抢。糯米团不许挑食，得吃点猪肝，不能只吃竹笋。糯米团，你冷吗？糯米团，让朕看看你是公熊猫还是母熊猫。朕回头让上之局给你做一箱子冬衣。别过来！他大手一翻，直接把我翻转过来。别过来！他大手一翻，直接把我翻转过来。吃的这么多，居然是一只母熊猫。堂堂皇帝嫌我吃的多，我生气的翻过身不理他，除非你给我竹笋。我叫。竹笋不能再吃了。他端来一碗温热的牛乳，请你喝牛乳。我以前在严府时，严鹤之不喜欢牛乳的腥味，厨房很少做，我顿时不气了，咕嘟咕嘟喝起来。喝完，陛下撸着我柔柔的皮毛，真是只乖巧的小熊猫。他看奏折，我不吵不闹，趴在窗边看雪景发呆。忽然想到严鹤之，他昨晚回来后会发现我被遗落宫中吗？今天会来找我吗？得知我差点死在冰湖里，会愧疚吗？我情绪低落，低声叫。陛下见我烦闷，起身来到窗前将我抱起。糯米团想出去玩吗？朕抱你去雪地里玩一小会儿。陛下真温柔，说到做到，不像严鹤之说要与我一起去郊外钓鱼，结果因为公主一句话就跑去陪他，说要送我发簪，结果簪子戴在了永宁公主头上，说会与我圆房，等公主远嫁后再说。我们成亲3年来一直没有圆房，只是有名无实的夫妻。府上丫鬟议论说他是嫌弃我痴傻才不圆房，我正是听到这些话才会缠他更紧，他却越发讨厌我。严鹤之一直与我分房住，所以直到早上醒来，他都没发现遗弃了我，只是在吃早饭时向管家问起夫人怎么没来用早膳。管家一惊，夫人昨晚没跟你一起回来吗？
严鹤之这才想起，他昨日嫌我心烦，将我变成熊猫扔在御花园，一直忘了寻回。他想起我天生体弱又爱哭，连忙喊人备车，我要立刻进宫。然而刚到宫门口，迎面遇到永宁公主的车驾，公主要去城外温泉庄子上小住，问他可否相送。严鹤之犹豫，可是我将夫人遗留在宫中，现在得去寻回。永宁公主劝他，姐姐人在宫中守卫森严，不会有事的。他求他再陪陪他，多见几面以解相思。严鹤之心软了。好，我陪你去，但你一定要喊人将我夫人找到，送回严府。永宁公主点点头，示意一个随行宫女回宫寻找。那宫女心知肚明，若找到了就地打死，反正死的只是一只熊猫而已。我在宫中待到第3日，有人禀报说严鹤之陪着公主前来求见陛下。如果不是这人提起，我差点把严鹤之都忘了。当陛下的熊猫可太爽了，竹笋是喂到嘴边的，起床是有人给穿衣服的。我突然不想见严鹤之了，我一瘸一拐想找角落躲起来。陛下却撸得上瘾，一把将我抱起放在桌案上。乖一点。他这人不近女色，只要被女子触碰，就浑身过敏起疹子。现在捡到我这么一只乖巧熊猫，自然爱不释手。我做人时严鹤之嫌我笨，我做熊猫时陛下却觉得我灵性。因我不要。我刚要跑，他一把握住我，塞了一块栗子糕。于是我背对着前来觐见的严鹤之与永宁公主。陛下撸着我，问他们怎么相携而来。永宁公主直接跪倒在地。臣妹出京后被歹人下药，幸得严鹤之相救。我们已有夫妻之实，不适合和亲，求陛下另选人选。严鹤之也跪下，求陛下将公主赐给臣做平妻。咣当一声，我一惊，打翻了桌上的瓷瓶，瓷片4分5裂。严鹤之成婚3年不碰我，可他居然和永宁公主圆房了。太监惊呼：这熊猫太不小心了，这可是皇上最爱的天亲哟！说完还瞪了我一眼。陛下摆摆手，把我抱在怀里。糯米团子没被吓到吧？说完仔仔细细地检查了我的全身。确认无恙后，陛下长舒了口气，轻柔地拍着我的后背，以作安抚。一只瓶子而已，算什么要紧？还好没伤到我的糯米团。陛下这才想起让太监收拾，而他则取来帕子，仔细为我擦着爪子，一点点清理水渍，故意晾着跪在地上的2人。大约过了半个时辰，永宁公主跪不住了，磕头哀求：皇兄求您了，我真的不想去和亲，嫁到北凉那蛮荒之地。公主说完，2行清泪落下，哭得梨花带雨，好不动人。我翻了个白眼，也不知道当初是谁主动请缨，为了公主的名头要去北凉和亲。严鹤之也跟着磕头，求陛下成全微臣与公主，微臣以后必定誓死效忠陛下。陛下这才抬起头，冷声道：一个个胆大包天，都给朕去门外跪在雪地里醒醒脑子。2人不敢多言，老老实实在门外跪下。陛下不许任何人给他们打伞，风雪吹得他们双腿直打颤。我在窗前瞧着十分解气，活该。又过了半个时辰，太后与老钦天监都赶来了。太后道：当初她苏氏不过一个小小庶女。太后道：当初她苏氏不过一个小小庶女，为了被立为公主，主动站出来表示愿意和亲到邻国。那邻国皇子一表人才，前途不可估量，这原本也是一桩好婚事。哀家看在娘家哥哥的面子上，这才点头答应收她为义女，将这么好的一门婚事给了她。她入宫后，哀家对她也很是疼爱宽容。既然她如此不识抬举，那就废去公主称号，变为庶民，和亲公主换人。苏氏被当众扯掉珠翠华服，狼狈跌倒在雪地里。从此她不再是公主，也不是国舅府的庶女，只是庶民苏氏。老钦天监瞧着严鹤之，恨铁不成钢。为师说，你25岁之前断不可同房，否则前途尽毁。你怎么不听？严鹤之愕然，他一直以为命中那女子是好萌，原来竟在苏氏的勾引下破了戒。老钦天监当场将他逐出师门，要把钦天监正之位交给他的师弟顾清。严鹤之悔之晚矣，跪在雪地里不停磕头。陛下抱着我居高临下，贬为庶民已经便宜你们了，无媒苟合，破坏和亲，目无法纪，这一条条一件件，足够你们被发配边疆为奴，滚吧！严鹤之刚要离去，却忽然瞥见陛下手中熊猫。够你们被发配边疆为奴，滚吧！严鹤之刚要离去，却忽然瞥见陛下手中熊猫。陛下，您手中的熊猫是无妻所化，求您还给我，我要带它回家。陛下不敢置信，她是你的妻。严鹤之伸手掐诀，一阵默念，只见我从熊猫渐渐幻化成懵懂可爱的女子。刚刚变回人类的我还有些不适应，拖着伤腿努力站起身。为了不摔倒，我下意识把手搭在陛下身上。劳驾，扶我一下。众人倒吸一口凉气，以为我死定了。但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，陛下伸手扶了我一把，甚至还带着笑。好的，糯米团。陛下发现触碰我后，身上并没有起红疹，看来他的症状只有对我是不同的。意识到这点后，陛下看向我的眼神越发温柔，而严鹤之盯着我骨折的腿，竟然过来指责我：你的腿怎么了？
怎么能让陛下扶着你？你已嫁作人妇，应当知道什么叫做男女授受不亲。为夫扶你回去，以后莫要淘气，叫我好找。明明是你把我变成熊猫丢掉，害我被人打落冰湖，差点淹死在冰湖里。我不要你扶，我不要你了。一想到他和苏轼已经圆房，我就觉得他好恶心。我用力拍开他的手，红着眼眶喊道：严鹤之，你别过来！你把我丢掉时，想过我是什么处境吗？冰天雪地里，我该怎么办？我不要再跟你好，做你的夫人，还不如做陛下的熊猫。陛下听闻我受了这么多苦，顿时怒了，下令严查真凶。太后听完满脸歉疚，拉着我的手：哀家赐你们和。陛下听闻我受了这么多苦，顿时怒了，下令严查真凶。太后听完满脸歉疚，拉着我的手：哀家赐你们和离。我连忙跪下谢恩。严鹤之却不想和离，因为他想着就算贬为庶民，还能依靠我的嫁妆和将军府邸。太后怒斥他不识抬举，你不但与苏轼苟合，还险些害他惨死。天下没有这样恶毒的丈夫，你答不答应都必须和离，或者哀家让他休夫。严鹤之只能咬牙同意。陛下下令严查那日将我打入冰湖的真凶，禁军统领亲自带人查问。当日御花园当值的所有宫人，不出3日真相大白，指使宫女行凶的正是永宁公主苏婉清。原来那日他让宫女守在湖边，等的就是我。他不只想害一只熊猫，他想害的是我这个人。他为何要害我？我坐在陛下寝宫的软榻上，腿上还缠着厚厚的绷带。前来禀报的禁军统领看了陛下一眼，欲言又止。陛下冷声道：说回陛下，据那宫女招供，永宁公主不，苏轼他早知好小姐是严大人的妻子，他倾慕严大人已久，想方设法接近。可严大人虽对他有意，却因有婚约在身，始终不敢越界。他便想，若是好小姐不在了，严大人自然就是他的了。我听完愣了许久，原来如此，原来他每次邀我入宫，每次当着我的面与严鹤之亲近，都是在给我看。原来他让人将我打入冰湖，是想我死。那日他让人守在湖边，等的就是好小姐变成熊猫落单的机会。他算准了严大人会将他遗忘在宫中，也算准了严大人不会回头找他。禁军统领顿了顿，苏轼还说好小姐吃啥，死了也没人在意。我的手微微发抖，陛下伸手握住我的手，声音低沉：传朕旨意，苏轼罪大恶极，判斩立决，3日后执行，涉案宫女杖毙。是。禁军统领退下后，陛下转身看着我，眼里有一丝心疼。怕吗？我摇摇头，又点点头。说实话有点怕，但我更难过。难过什么？难过我嫁的人从来没把我当回事。我低下头。我爹在世总说我会遇到真心待我的人，我等了3年，等来的是这样。陛下沉默片刻，忽然问：你当真要和离？我很干脆的点头。要和离的，他欺负我傻，我就不给他做夫人了。我将脖子上的玉坠扯下，那是严鹤之提亲时送我的定亲信物。我想了想没有扔，只是攥在手心里。这玉坠，陛下看着我，是我娘留给我的，她拿去打了络子当定亲信物，其实玉是我家的。陛下笑了。那你还给他做什么？我一愣。可这是他借花献佛。陛下从我手心拿起那枚玉坠，仔细端详。这玉质地极好，雕工精细，一看就是老物件。你娘留给你的，自然该你收着。他重新将玉坠系回我脖子上，我看着他，忽然觉得眼眶有点热。就在这时，严鹤之被压了进来，他跪在地上，头发散乱，衣衫不整，全无往日风光。看到我，他眼中闪过一丝亮光。萌萌，我没应声。萌萌，我知道错了。他西行几步，我不该把你变成熊猫扔在御花园，不该忘了去接你。可我们是夫妻，你不能因为这一件事就与我和离。一件事。我看着他。你为了永宁公主放我鸽子多少次了？你答应陪我回门，结果她去寺庙上香，你就巴巴跟着去了。你说给我买簪子，结果簪子戴在她头上。你说成亲3年不圆房是为我好，可她一勾引你就破戒，这是一件事。他张了张嘴说不出话。还有，我站起身，拖着伤腿走到他面前。你可知那日是谁将我打入冰湖？他愣住。是苏婉清，她让人守在湖边，等的就是我落单，她想要我死。严鹤之脸色煞白。不可能，婉清明明那么温婉善良，她怎么可能做出这么恶毒的事？禁军统领已经查实，3日后他就要问斩了，你要去送他吗？他整个人瘫软在地，我看着他，心里没有快意，也没有悲伤，只有一种空落落的平静。严鹤之，你我缘分尽了。我将脖子上的玉坠拿出来给他看了一眼，那是我娘留给我的，只是借她的手戴了3年。玉坠是我家的，我收回；嫁妆是我爹留的，我也收回。你住的将军府是我家的，请你搬出去。他抬起头，眼中满是不可置信。萌萌，你不能这样，我们是夫妻。夫妻？我笑了。你把我变成熊猫扔在雪地里的时候，想过我是你妻子吗？你搂着苏婉卿卿我的时候，想过我是你妻子吗？你和他圆房的时候，又把我放在什么位置？他一字也答不出。就在这时，老钦天监走了进来，他看了严鹤之一眼，叹了口气，对陛下道：陛下，臣有一事禀报。说，关于好小姐的面相，臣先前一直看不真切，只觉有一团迷雾笼罩。今日迷雾散去，臣方才看清。他顿了顿，郑重跪下：好小姐
面相贵不可言，乃是母仪天下之相。满是寂静，严鹤之猛地抬头看向我，眼中满是震惊与懊悔。他这些年一直觉得我面相奇怪，看不真切，只当是我少了一魄的缘故，却原来那迷雾遮挡的是这样一番命数。若是他好好待我，可这世上没有若是。严鹤之和离那天搬出了将军府，他走的时候，我站在门口看着，他回头看了我好几眼，欲言又止，最后只说了句。原来那迷雾遮挡的是这样一番命数，若是他好好待我，可这世上没有若是。严鹤之和离那天搬出了将军府，他走的时候，我站在门口看着，他回头看了我好几眼，欲言又止，最后只说了句萌萌保重。我没说话。他走后，管家问我，夫人，这府里以后就您一个人了，要不要请个亲戚来作伴？我想了想，摇摇头，我爹没了，娘改嫁了，这府里本来就我一个人，只是以前有严鹤之在，我觉得有个人陪着，现在他走了，我才发现其实一直都是我一个人。那天晚上宫里来人接我，好小姐，陛下有请。我跟着太监进了宫，一路走到御书房，陛下正在批奏折，见我来了放下笔，笑了笑。糯米团来了。我一愣也笑了。陛下还叫我糯米团，叫顺口了。他起身走过来，腿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太医说再养几天就能正常走路。他点点头，忽然问，一个人住将军府怕不怕？我张了张嘴想说不怕，可话到嘴边变成了害怕。将军府太大了，空落落的，晚上风吹过窗子呜呜响。以前严和志在隔壁院子，我知道有人在，不怕现在他走了，整个府里就我一个人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陛下沉默片刻，忽然问，那你想不想来宫里住？我一愣，啊，不是以将军乙女的身份，他看着我目光很认真，是以朕的皇后的身份。我彻底愣住了。朕知道你刚和里说这些太极，他说，但朕不想的。朕活了26年，第一次遇到一个女子，看着她吃东西就觉得开心，第一次遇到一只熊猫，想把它留在身边一辈子。他顿了顿，好忙，你愿意嫁给朕吗？我看着他脑子里一片空白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我才找到自己的声音。陛下，我少一魄，脑子慢不聪明。朕知道，我身子若怕冷爱生病，我不会诗词歌赋，不会琴棋书画，不会。朕都知道。他握住我的手，朕要的不是才女，是好萌。我鼻子一酸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可是我还想说什么，他笑了。还有什么可是？我想了想，忽然想起一件事。陛下，你能不能再把我变成熊猫？他一愣，为什么？我有点不好意思。我想再当2个月熊猫，竹笋还没吃够。他哈哈大笑，笑完之后认真点头。好，都听皇后的。和离后的第3天，我又变成了熊猫，这回是陛下让老钦天监施的法，只变2个月啊！老钦天监叮嘱，变太久了，伤身子。我乖巧点头。茵茵，陛下抱起我，捏了捏我的小耳朵，走。糯米团带你吃竹笋去。御膳房备了一大盆新鲜竹笋，是陛下专门派人从蜀地运来的。我埋头苦吃，吃得肚子滚圆。吃完，陛下抱着我去御花园晒太阳，我窝在他怀里，眯着眼睛打盹。忽然听见有人说话。陛下，这就是那只国宝吗？好可爱！我睁开眼，见是个年轻的小宫女，正一脸惊艳地看着我。陛下嗯了一声，低头看我。糯米团这是新来的宫女，叫小何。我冲她应了一声。小何惊喜道：“她好通人性。”那是自然，我可是人变的。接下来的2个月，我过上了神仙日子。早上睡到自然醒，醒来就有热牛乳喝，喝完被陛下抱着去御花园散步，顺便吃点新鲜竹笋当点心。中午陪陛下用膳，他吃他的，我吃我的。偶尔他偷偷塞我一块肉。被太监提醒熊猫不能吃太多荤腥。下午他批奏折，我趴在旁边睡觉，偶尔醒来舔舔爪子，他就伸手撸我2把。晚上他看书，我窝在他腿上打盹，有时候困了就直接睡着。第2天醒来发现被他抱上了床，太舒服了，舒服到我差点忘了自己原本是人。2个月快到时，陛下问我，糯米团还想变回人吗？我想了想点头，他也点头。那朕让老秦天监准备。变回人的那天，我还有些不适应，2个月没走路，腿都有点软。陛下扶着我，慢点。我走了2步，忽然想起一件事。陛下，我们什么时候成亲？他笑了。你急什么？我不是急，我是怕你再变不回来了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大笑。放心，朕不变熊猫，朕只变你。我和陛下成亲那天是个大晴天，太后亲自给我梳的头，一边梳一边抹眼泪。好孩子，哀家第一眼见你就喜欢。严鹤之那混账东西有眼无珠，活该他现在摆摊算命。我抿嘴笑了笑。严鹤之的消息我听说过一些，他被逐出钦天监后，在城东摆了个算命摊，生意冷清得很。听说他还去找过苏婉清，可苏婉清早已被斩首，尸首都不知埋在哪。有时我想，若是他当初好好待我，如今会是什么光景？可也只是想想，我不恨他也不怨他，只是不再想他了。婚礼很隆重，百官朝贺，万民同庆。我穿着大红嫁衣，被陛下牵着手，一步步走上大殿。他握紧我的手，别怕，有朕在。礼成之后，我被送入洞房，他掀开盖头看着我，眼睛亮亮的。好萌。他唤我名字，朕等你很久了。我想了想说，我也等很久了。他笑了。你等什么？你之前又不知道。我不知道，但好像一直在等。他低下头，轻轻吻了吻我的额头。以后不用等了，朕一直都在。当皇后比我想象中累，每天要早起，要听命妇请安，批内宫折子，还要陪太后说话，要应付各种宴会。我有时候累得趴在桌上不想动，陛下就笑着把我捞起来，塞进怀里。累了，朕抱你回寝宫。不行，我挣扎。还有折子没批完。朕帮你批。可这是内宫的折子。朕
是皇帝，什么折子不能批？我想了想，觉得他说的对，就心安理得窝在他怀里睡着了。可批折子还不是最累的，最累的是晚上，每天晚上我都腰酸背疼，第二天起不来。太后看在眼里，笑而不语。我终于忍不住了，去找老青天剑，能不能再把我变熊猫？老青天剑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我的肚子，笑了。皇后娘娘，现在不行了。为什么？您自己没发现吗？我愣了愣，低头看了看自己，没发现什么异常。老青天剑说：“您有喜了。”啊！我震惊地摸了摸自己微微隆起的肚子。几个月后，我生下了一个小皇子，小家伙白白嫩嫩，眼睛像陛下，鼻子像我。陛下抱着儿子，笑得合不拢嘴。我躺在榻上看着他逗儿子，忽然说：“我想变熊猫。”他一愣，现在就一会儿，他无奈地笑了，喊来老青天剑。一阵白光之后，我又变成了熊猫。我趴在榻上，用毛茸茸的大尾巴轻轻扫了扫小皇子的脸。小家伙咯咯笑起来，伸手想抓我的尾巴。陛下坐在旁边，一手抱着儿子，一手撸着我，叹了口气。皇后，你开心就好。我趴在他腿上，满足地眯起眼睛。再撸撸，本宫喜欢。小皇子一天天长大，会走路了，会说话了，会追着我喊母后母后了。有一天他问我：“母后，你为什么有时候会变成熊猫呀？”我想了想说：“因为母后喜欢吃竹笋。”他眨眨眼：“那我也要吃竹笋。”你吃了也不会变熊猫。他歪着头：“那母后为什么能变？”因为母后是特别的。他又问：“那我是什么？”我抱起他笑着说：“你是特别特别的小太子。”他满意地点点头，又跑去问父皇：“父皇，母后说他是特别的，那我是不是也是特别的？”陛下正在批奏折，闻言放下笔，把他抱到膝上。当然是，你是父皇和母后最特别的小宝贝。小皇子高兴地直蹦，我在旁边看着心里暖洋洋的。曾经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，嫁给一个不喜欢我的人，傻傻的过完一生。没想到我遇到了他，那个在大雪天把我从冰湖里捞起来的人，那个说朕要的不是才女是好萌的人。有时候我想，如果颜鹤之没有把我变成熊猫扔在雪地里，我是不是就遇不到陛下了？如果我没有掉进冰湖，是不是就永远不会知道这世上还有一个人会这样温柔地待我？可这世上没有如果，只有命运。那天是我和陛下成亲3周年的日子，我们带着小皇子出宫游玩，路过城东时看到一个算命摊，摊主是个落魄的中年人，胡子拉碴，衣衫褴褛，正低头给一个妇人算命。我没认出来，是陛下说：“那不是颜鹤之吗？”我仔细一看，还真是，他也看到了我，整个人僵在那里。我穿着华服抱着小皇子，身后跟着浩浩荡荡的仪仗。他穿着破旧的长袍，坐在简陋的摊子后面，面前摆着几张黄纸。我们对视了一瞬，然后我收回目光，对陛下说：“咱们走吧。”陛下点点头，牵着我的手从他身边走过。擦肩而过时，我听见他低声说了一句：“萌萌。”我没有回头。他把我变成熊猫扔在雪地里的那天，就已经永远失去了我。如今我有我的幸福，他有他的落魄。回宫的路上，小皇子问我：“母后，刚才那个人是谁呀？”一个不认识的人。小皇子眨眨眼，可是他好像认识母后。我笑了笑，大概认错了吧。陛下在一旁听着，嘴角微微上扬，他握紧我的手，低声说：“糯米团。”我看着他，谢谢你选了我。我靠在他肩上轻轻说：“是你先捡到我的。”小皇子3岁那年迷上了吃竹笋，不是因为他喜欢吃，是因为他母后喜欢吃。母后，我也要吃竹笋。他每天都要喊一遍。我无奈地看着他，你还小咬不动，我咬得动。他张嘴给我看他的小米牙，陛下在一旁笑，让他试试。我只好给他一小截嫩笋尖，他塞进嘴里嚼了2下，脸皱成一团。呸呸呸，不好吃！我哈哈大笑，他不服气，母后骗我，明明不好吃，为什么母后那么喜欢吃？因为母后是熊猫呀。他想了想，认真道：“那我也要当熊猫。”你当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人。他瘪嘴跑去问父皇：“父皇，我想当熊猫可以吗？”陛下抱起他：“可以啊，等你长大了，让老青天剑把你变成熊猫。”他眼睛一亮：“真的吗？”真的。我瞪了陛下一眼：“你别骗他。”陛下笑：“没骗，等他长大了，想变什么变什么。”小皇子高兴地拍手：“那我变熊猫，和母后一起吃竹笋。”我看着他心里软成一团。这个小家伙，颜鹤之在城东摆摊算命，100就是5年。5年里，他见过形形色色的人，算过各种各样的命，唯独算不出自己的命。有时候夜深人静，他会想起那年大雪，被他变成熊猫扔在雪地里的女子。那年宫中漫天红光，他掐指一算，是下一颗地星出生了，出自皇后腹中。他算完后，在摊前坐了整整1夜。第二天，有人发现他疯了，他见人就问：“你见过一只熊猫吗？圆圆的，很可爱。”别人问他什么熊猫，他就说我夫人变的。后来他消失在京城街头，再没人见过他。有人说他死了，有人说他当了和尚，有人说他还在找那只熊猫，谁知道呢？老青天剑退休那天来找我喝酒，我变成熊猫看着他喝，他喝多了开始说胡话。皇后娘娘，臣告诉你一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您知道为什么颜鹤之一直看不透您的面相吗？我摇摇头，他嘿嘿一笑：“因为臣给他下了障眼法。”我一愣，当年
您父亲战死前托臣照顾您，他说您命中有一劫，过了就是凤凰命，不过就是黄土命。臣算了一卦，发现您的劫就在严鹤之身上。他灌了一口酒，所以臣给他下了障眼法，让他一直看不透您的面相。若是他能真心待您，迷雾自散，他就能看到您的命格。可他叹了口气，没再说下去。我沉默了很久，原来如此，原来我爹临终前还在为我打算，原来老青天剑一直在暗中护着我。那陛下呢？我问。陛下为何碰我不会起疹子？老青天剑神秘一笑，因为陛下命中之人就是您，他等您等了26年。我愣住了。他小时候中过一种奇毒，解药就是此生只能碰命中注定之人，碰了别人就起疹子，碰了您就没事。我忽然想起，陛下第一次抱我时确实没有任何不适，原来他等的人一直是我。